大家好，已经实锤了，习近平丧失军权了，针对台湾的军演虎头蛇尾啊。那么习近平到底去福建干什么呢？另外就说一下未来可能的4个总书记候选人啊。我说习近平不掌权了，就是一个虚伪的国家元首啊，还有一傻叉，这可能是共军对台军演啊，就过来骂我，被我顺手就拉黑了，因为说的完全没有营养啊，根本就不专业，他对政治的理解力完全没有啊。那有评论说，2024年10月14日，中共因为不满赖清德总统近期的领土论、祖国论等言论，而突发围台军演，但虎头蛇尾，仅仅13个小时就鸣金收兵了，致使军演仓皇烂尾。那第二天呢，2024年10月15日呢，习近平只身远赴福建漳州考察，尽管与台湾一海之隔，却只字不提台湾啊，暴露出军演不过是一份交给国内小粉红的大内宣的作业啊。随着权力的消退，习近平在台海以及对美关系上也不得不做出收敛动作啊。首先呢，中共他不满赖清德总统的言论是肯定的，但是呢，军演不能完全说就是因为赖清德的一番话。台湾今年要大选，年初中共军就知道了，那军演的预算年初就编好了。解放军它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贪腐集团，你如果不让他们军演，解放军怎么报销经费啊？那些将军怎么贪污啊？那解放军对台湾军演不单不能证实习近平还掌握军权，那反而实锤了习近平失去军权了。我们看一下其中的细节啊，因为这个军演呢，虎头蛇尾，一枪未发，当天就结束了，纯粹是因为年初就编好了预算，要报销经费。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它有一定的惯性。那即便习近平下台了，中国还是一个独裁国家，解放军它还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那靠山吃山，那靠着台湾就得吃军演的经费啊。在中国内部看来，中国可能已经很克制了，已经大幅收缩了对外政策，但是对外部的观感来看呢，它还是在挑衅。习近平现在还没正式下台呢，刚换了50个左右的官员，都是非习近平派系呢。习近平好多马仔还都在呢，起码要换掉200个，才能稍微清除一些习近平的影响。再说换上来的也不过是和习近平相比，就是个温和派而已。那中共决策层应该已经把政策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了。但是首先呢，经济能救还是不能救，这两说呢。其次呢，习近平的马仔还在捣乱呢。中国国安部说，境外企业以汽车智能驾驶研究为掩护，开展非法测绘。这陈一新呢还在整活，中国一边假装搞经济，一边要把外商吓走啊。陈一新马上就65岁退休啊，他就是个神经病，天天折腾也不知道图什么，他该退休还得退休啊。传说要接替陈一新担任中国的国安部长的郑新聪啊，郑新聪他还不是习近平派系的官员，所以习近平是真的要下去了。郑新聪上来之后呢，他是要继续和陈一新一样呢，采取这是极左的政策吓唬外商呢，还是要采取不同的政策呢？由于中共的黑箱政治，我们也不知道。就是陈一新他在被换下去之前呢，这还在胡来嘛。那么习近平他去福建去干什么呢？他去拜关二爷了。我最服的就是这个人啊，也不知道是新华社还是人民日报哪个写手写的。习近平深入文化保护单位，他不敢提这个关二爷。有的报道写的就是参观关帝文化产业园，说的委婉呢，就是去拜关二爷了。那习近平9月份他去甘肃，就是拜的是伏羲庙啊。习近平现在就状态和当年的史玉柱一样啊，就是
当年史玉柱就是破产之后见山拜山，见佛拜佛啊，然后也不知哪位大师给史玉柱算命啊，史玉柱以后就天天穿着一身红色的衣服啊。这习近平以后应该和史玉柱一样啊，天天穿着一身红色的衣服啊。那据说习近平现在跑到安徽桐城去了，不知道习近平这次会拜什么庙，拜什么神呢？安徽是王岐山的老家，王岐山上任中纪委之初呢，就去过安徽桐城那个六尺巷啊，不知道习近平这次会不会去啊？王沪宁呢，最近在搞什么佛教大会啊？这帮共匪啊，所谓的无神论者啊，真他妈抽象。你要说他们是无神论者嘛，现在习近平是见山拜山，见佛拜佛，说白了，这还是没有信仰啊。为什么说习近平这次去福建实锤了，失去军权呢？习近平在福建2天匆匆就走啊，满打满算就是1天半。那听汇报一般是在省城福州啊，这次习近平他就没有去福州。早上考察了厦门自贸港，结束之后，那就近吃了一个午饭，在厦门市听汇报，听完立马就走呢。截至目前呢，没有新闻报道说习近平还视察了驻闽部队啊。那31军就是习近平的嫡系部队，都不让他视察了，这就证明习近平失去军权了。因为要视察军队，一般是3天的行程啊，也就是说头2天的身份是总书记，听地方官员的汇报。那第3天的身份是军委主席，视察军队。那这次习近平2天他就跑到安徽去了。上个月在安徽，上个月在陕西、甘肃，习近平他也没有视察军队，就侧面证明习近平已经不掌握军权了。其实东部战区和西部战区本来都是习近平的地盘呢，现在习近平他不视察军队了，说明张幼霞可能也当了2五仔啊，叛变了习近平啊，形势比人强啊。英国外交发展大臣拉米将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呢，英国外交发展大臣拉米将于10月18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呢。中国是不断的在收缩对外的扩张政策，这是一个事实呢，这么多证据啊。这个是3中全会之后，中国就是这么决策的。至于效果如何，或者说外部的观感如何，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毕竟中国还是一个独裁国家，它已经与文明世界渐行渐远了。习近平都已经开了12年的倒车了，那现在就是踩刹车。中国的战略意图是改变了，但是执行效果呢，单说。最近中文网上流传一个很荒诞的传言，就是说中国要在川渝地区啊，四川、重庆搞一个超级大的建设工程啊，很多人靠着拆迁发财了，导致 A 股川渝板块爆发。成都住建局辟谣说没有这回事啊，只是玩梗。那搬迁3线呢，确实是习近平干得出来的事情啊，但是习近平现在根本就不掌权啊，所以我对这个搬迁3线，当年毛泽东搞的这个3线建设啊，这个传言我根本就不感冒，因为一看就是假的。因为胡温对这个根本就不感冒。从台湾军演和搬迁3线、外交收缩啊，继续搞韬光养晦，这3件事情就能看出来啊，现在根本就不是习近平在掌权。但是你也不能对胡温估计过高啊。首先，胡温跟习近平相比就是一个温和派而已，他还是独裁者。其次，中国是一个大国，船大不好掉头，有巨大的惯性，很多事情也说不好是谁在管理。所以这个保密啊、加速派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啊，是个人来管理中国就比习近平强100倍啊。现在的幕后是胡温，台前就是李强，那天天在踩刹车。但是习近平留下这么一个烂摊子也不好收拾。我对中国目前的形势的判断大概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至少目前还是基本准确的。当时有个网友说李强去湖南视察灾情是不是符合你的分析？因为自从杨百金上台就没有看见过包子和常委几个小矮人及时的出去慰问受灾群众啊。我当时的回复就是说，这是温家宝的爱好。整个现在中共活着的常委中啊，只有温家宝有民主的思想，是天花板。但是也不能估计过高啊。这是我8月3号就说的，那9月30号温家宝终于出来了，现在就是温家宝在掌权。但是他也不是什么事情都管；2，他也不是救世主，就是很多事情他也未必能解决啊。
我们看一下新疆的维吾尔自治区的党委副秘书长马一磊主动投案啊，这又是针对王岐山啊，针对马兴瑞的。主动投案呢，就是王岐山和中纪委的副书记肖培通风报信啊。习近平和王岐山他就是中纪委最大的内鬼，就把习近平和王岐山给抓了，就没有人主动投案了。2003年3月呢，37岁的马一磊担任乌鲁木齐市建委的副主任呢，当时的乌鲁木齐市长就是雪克莱提扎克尔啊。雪克莱提扎克尔，我说了，这是一家子3代老共匪啊。雪克莱提扎克尔的爸爸叫做阿卜杜勒·扎克洛夫，是新疆政府的首任秘书长。当时新疆政府里面还有一个人叫做邓丽群，左王。邓丽群文革之后呢，就是耿彪提拔的，习近平是耿彪的秘书。习近平和左王邓丽群是一家人，所以他天天开倒车。马一磊主动投案啊，就是这个雪克莱提扎克尔这吓得跑回新疆搞的。2024年10月8日到1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调研组来江，就加强新时代安边固边兴边工作展开专题调研，并召开座谈会啊。所以就是这个雪克莱提扎克尔跑回新疆去安排马一磊主动投案啊。2024年10月8日，雪克莱提扎克尔回的新疆。10月15日，这马一磊就主动投案了，就是习近平给雪克莱提扎克尔通风报信啊，让雪克莱提扎克尔回新疆，就安排马一磊主动投案，顺便擦擦屁股啊，把习近平和雪克莱提扎克尔贪腐的证据销毁一下。我说了，台面上的总书记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台面下他是无恶不作啊。这提拔了马一磊的另外一个人啊，当时的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杨刚啊，早在2013年12月就被抓了。2017年5月呢，马一磊担任新疆机场的总经理。2021年的4月之前呢，担任新疆机场的董事长。那当时新疆的主席还是雪克莱提扎克尔啊，所以这马一磊就是这个雪克莱提扎克尔一手提拔的。中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就是一个贪污犯治国。习近平退休呢，总书记的候选人呢应该有4位：李强、胡春华、袁家军和陈敏尔啊。丁薛祥100%没戏啊！丁薛祥就是习近平的铁杆马仔，习近平都下去了，就算还能指定，那也得是隔代指定啊。也就是说，如果23大中共还没倒台的话，到时候习近平有可能指定个总书记或者总理啊。我觉得习近平指定23大的总书记都没戏，有可能指定一个23大总理啊。孙政才他本来就是江泽民指定的总理接班人啊。孙政才在农业部的大秘王府杰，后来去了江泽民恒的公司啊。那李强、胡春华、袁家军、陈敏尔这些人都是有江泽民或者有胡锦涛的背景，才有可能接替习近平啊。如果找一个习近平的铁杆马仔丁薛祥，那就和习近平没有退休一样。这个袁家军担任浙江省长的期间的大秘陈新呢，是胡锦涛的秘书。这陈新是胡锦涛的秘书，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说是曾庆红的秘书啊。那袁家军现在的大秘刘尚进呢，是李克强的亲信连维良提拔的。袁家军在浙江期间呢，他和李强、赵乐际联手铲除了习包子亲自提拔的象山县委书记周江勇啊。这个和王岐山是一样的，王岐山抓了江泽民指定的接班人孙政才，一下子就把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得罪了，不可能再投靠江泽民或者胡锦涛啊。袁家军和赵乐际联手抓了习近平亲手提拔的象山县委书记周江勇啊，也不可能再投靠习近平了。这就是纳投名状啊，把自己反叛的路给堵死了，别人才能100%相信啊。我看到一名网友说，是去年前年看习近平见袁家军的新闻，袁家军一点马屁相都没有啊，唯一能看出来袁家军是真正的建制派的少主。我当时就纳闷他怎么看出来的这一点，我就找视频看一下，也没看出来什么东西。如果袁家军是未来的总书记的话，那么他现在见前任的总书记习包子露出马屁相啊，就跟当年习包子在温家宝面前那样，将来就有可能拿出来当梗啊。这习包子连任也烂尾了，这不枉他叫这烂尾地了。
好的，谢谢大家。